陕西西安挖出9岁小女孩墓，打开石棺，棺上赫然刻着4个大字：开者即死，吓得考古人员当场瘫软在地上。很显然，这是对后人的诅咒，谁打开棺椁，谁就得死。看到这样的诅咒，专家还敢打开棺椁？这小小的诅咒自然是阻挡不了专家发掘的脚步的。随着发掘的深入，墓中相继出土上百件珍宝，其中一件华丽的国宝级金项链更是让专家惊呼，这条项链是中国考古史上发现的最豪华的一条项链。这件绿色的玻璃瓶更是称得上极品，经专家鉴定，这件玻璃瓶是1000年前隋朝的产物。拥有这些珍宝的主人到底是何身份？为何小小年纪就拥有如此珍贵的随葬品？保持你的好奇心，双击点赞，加个关注。本期视频为大家揭秘石棺之谜。1957年，陕西西安梁家庄一片荒凉的庄稼地上，施工队的工人正在忙碌的工作。有家单位买下这里，想要建一座仓库。突然，哐当一声响，一块巨大的石板碎成2半。从缝隙中看，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。施工人员一想，不会是挖到古墓了吧？于是马上通知了有关部门。考古人员赶到现场一看，这哪是什么石板，分明是一具尸骨。看来这下面确实有座古墓，而且经过勘测，整个墓室为长方形竖井坑。整个古墓的面积并不大，而且墓室也很是简陋。看来这座古墓里面埋葬的并不是什么大人物。在对石棺的清理过程中，考古人员隐隐约约看到上面刻着几个字。当他凑近看清楚后，却不由自主地惊呼了出来，瞬间出了一身冷汗。原来在石椁的盖板上赫然刻着4个大字：开者即死。很明显，这是墓主人对于盗墓贼的一种诅咒。虽然猛地一看让考古人员有点心慌，但是开棺工作还是要继续。当棺椁被打开的一瞬间，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。一个由石头雕刻的小宫殿赫然出现在人们的眼前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考古人员仔细地观察了一番，原来这竟然是一口被雕刻成宫殿模样的小石棺，整体长2米，高1.2米，宽1米。这口棺材极其精美，宫殿上的每一处都雕刻得栩栩如生，就连大门上的门钉都清晰可见，就像是真正的宫殿被缩小了一样。大门上还雕刻着2个仪态万千的宫女，看起来十分逼真，令考古人员不由得惊叹古代工匠技艺的高超。这样的石棺即使用现在的工艺，至少也需要3-4个月，更不要说古代一点点手工大磨了，说是价值千金也不为过。仅仅一个棺材就如此的珍贵，棺椁之中还会出现哪些珍贵的随葬品呢？陕西西安挖出一具隋朝诡异石棺，诡异就诡异在石棺的盖板上清晰地刻着“开者即死”4个大字。墓主人究竟有何居心？更让专家感到毛骨悚然的还在后面。当众人将棺盖彻底移开的那一刹，就连见多识广的专家都震惊地张大了嘴巴。只见一个看起来极小的尸骨躺在棺椁中间，而它的周围竟然密密麻麻摆满了上百件随葬品，每一件都珍贵无比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金棺，金棺有几百朵用金箔和银箔制作的花朵组成，每一朵花中间还镶嵌着一颗混圆的珍珠。然而最令人惊叹的是金棺顶部的一只蝴蝶，整个蝴蝶由金丝编织而成，可以说是巧夺天工。蝴蝶躯体上匀称地分布着几颗珍珠，最不可思议的是，一阵风吹来，上面的蝴蝶还会隐隐颤动，就像是一只真的蝴蝶在花丛中飞舞。整个金棺看起来十分华丽，又带着一丝俏皮和活泼。本来考古专家认为这应该是墓中最贵重的随葬品，然而接下来一条项链的出现却让专家瞪大了眼睛，就连见多识广的专家都直呼奢侈。项链整体由金子打造而成，28个链珠上镶嵌着上百颗顶级珍珠，还有各色宝石点缀。项链的吊坠
更是珍贵，鸽子蛋大小的积雪石、青金石和蓝宝石散发着夺目的光彩。除此之外，还有镶嵌着金边的玉茶杯，竟然是一整块和田玉雕刻而成，整个茶杯浑然一体，看起来十分温润。至于其他的小物件，更是数不胜数，可以说件件都是珍宝。其中还有一些文物带着明显的隋唐时期的西域风格。考古人员推测，这些东西应该是当时西域国家进献的贡品，而现在这些东西却出现在一个小女孩的墓葬之中，说明这座墓葬的主人一定是皇室成员。为了弄清墓主人的身份，考古人员对棺中的文物进行了仔细的研究，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。很快，他们就有了新的发现。墓中随葬的生活化器物中带着明显隋朝风格，其中一个绿色的瓶子更是让专家惊喜不已。起初他们以为这是一个翡翠瓶子，但是仔细一看，这竟然是一个玻璃瓶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经过化验，这些玻璃的质地与当时西域流传进来的完全不同，说明1000多年前的隋朝就已经掌握玻璃制作方法。而且考古人员发现，这座墓葬的所在地正好处于隋朝都城大兴城。难道墓主人竟然是隋朝的一位公主吗？陕西西安挖出隋朝9岁小女孩墓，专家直呼这是我这辈子遇到最瘆人的一次发掘。刻有开棺即死的石棺，出土上百件国宝级珍品。更让专家感到震惊的是，他们还在墓中发现许多西域贡品。这位9岁小女孩究竟是谁？随着墓志铭的出土，专家终于破解墓主人的身份之谜。起初专家以为墓主人是隋朝的某位公主，然而当考古人员查阅了隋朝的历史以后，却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位公主是与墓主人完全符合的。这位9岁少女到底是什么身份呢？正在专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在棺椁周围进行发掘工作的考古人员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呼，一块刻着文字的石板在泥土中露了出来，竟然是墓主人的墓志铭。考古人员兴奋不已，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即将揭开。女郎会敬训，字小孩，大业4年6月1日，预计终于分元之光，时年9岁。原来墓主人名字叫做李敬训，是杨丽华的孙女。可能大家从来没有听过这2个人的名字，但是提起隋文帝杨坚，大家一定是如雷贯耳。杨丽华正是隋文帝的嫡长女，李敬训小时候就聪明伶俐，长得十分可爱。杨丽华对李敬训很是宠爱，他很小的时候就被接到宫中居住，就连隋文帝和隋炀帝都很是喜爱他。小姑娘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无忧无虑，长到了9岁。然而世事无常，公元608年的夏天，小姑娘陪着外婆来到了分元宫避暑，谁知路上生了一场大病，就再也没能睁开眼睛。杨丽花悲痛万分，而且按照当时的礼制，夭折的小孩是不能厚葬。但是杨丽花心疼这个自己从小疼到大的外孙女，怕她在地下受苦，于是按照比例制造了一个小型宫殿作为她的棺椁，还将李敬训生前最喜欢的东西都随葬进了棺椁之中，又害怕这些珍宝招来盗墓贼的觊觎，于是就在椁板上刻下了4个大字：胎者即死，希望能够吓走那些盗墓贼。所以这才出现了如此矛盾和诡异的一座墓葬。墓葬中出土的100多件珍宝，对于我们研究隋朝的历史有着很大的帮助，更是体现了隋朝皇室成员之间难得的温情。你对这座墓葬怎么看呢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